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黄帝内经里说，58肾气衰，发度迟槁。我们年过40，肾气就开始走向衰弱，头发也开始变白，容易掉落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多吃一些黑豆。俗话说，不要一堆，不如黑豆一把。黑豆被誉为豆中之王，它的营养价值很高。常吃黑豆可以乌发、亮发、逼生气，具有良好的养生效果。尤其是一些难受孕的小姐妹们，多吃一些黑豆就有很快接到好运。今天将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养生的吃法，不打豆浆也不煮粥，营养美味又健康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00克的黑豆，先把坏的豆子给挑出来。黑豆有2种，一种是乌皮青肉，而另一种是乌皮黄肉。今天我们要选用乌皮黄肉的这种。医书上记载，黑豆是肾脾经的，而黄色属脾胃，所以我们选择这种乌皮黄心的，补肾效果会更好。接着，我们把豆子倒入一个大碗里，加入适量的温水。我们用手将黑豆轻轻地搓洗一下，用温水来清洗黑豆，可以彻底的去除它表面的脏东西和杂质，让黑豆洗得更干净一些。然后我们再用清水多清洗2遍。黑豆最为人所知的养生功效就是补肾。其实黑豆除了补肾之外，它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。黑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能够帮助我们滋养肌肤，使得我们皮肤白嫩细滑，还能延缓我们人体的皮肤衰老，减少皱纹和色素的生成，起到很好的美容养颜的功效。黑豆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把它倒出来沥干水分。黑豆不用提前浸泡，这样可以更好的保留黑豆中的花青素。接下来我们起锅烧热，然后往锅里倒入2克食盐。黑豆有补肾的效果，再加咸入肾，两者相辅相成，补肾的效果就更好。我们先用中火将黑豆翻炒片刻，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除黑豆表面的水分。注意火候不要太大了，否则黑豆容易出现炒糊的情况。当黑豆表面水分炒干的时候，我们再转小火将黑豆继续翻炒。我们平时常吃一些黑豆，补肾强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黑豆属水而水走肾，因此黑豆能够起到较好的补肾作用。除此之外，黑豆所含的油脂中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，可以促进血液中胆固醇的代谢，具有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，避免过多的胆固醇堆积在体内。炒黑豆的时候一定不要心急，不然会炒糊，影响它的营养价值。当我们听到噼里啪啦的响声的时候，黑豆的表皮也随着裂开，还能闻到豆子的香味，这时候就说明豆子已经炒好了。我们将炒好的黑豆放入盘中，在通风的环境下进行降温处理，时间大约为10分钟。利用这个时间来准备一块生姜，我们先用少许的水给生姜打湿，在搓洗的时候加入小勺的食盐。食盐的颗粒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洗掉生姜上的脏东西。生姜是我们日常常用的调味品之一，其实它的功效还是很多的。民间曾有生姜治百病之说，可见生姜也蕴藏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功效。其中我们知道的，生姜是可以补肾壮阳的。有个俗语是这样说的，男子不可百日无姜。这样说明了吃生姜对男性的作用是很大的。生姜是上好的助养之品，可以促进男性身体的代谢，刺激神经系统的兴奋感，达到健胃活血祛寒补肾的目的，是一种非常好的补肾壮阳的食品。
生姜用盐搓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再用清水来把它冲洗干净。洗干净的生姜，我们把它自然晾干，或者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水分擦干。接着再把生姜切成薄片。生姜虽然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，但是注意的是，生姜是属于温性食物，我们每天不宜多吃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我们准备一个密封性好的玻璃瓶子，我们往玻璃瓶子里倒入一些开水，这里要小心一点，不要把手烫到了，然后把瓶子烫一下。把瓶子放在一旁自然晾干，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纸巾来把它擦干。现在黑豆已经降至常温了，我们再把黑豆放进瓶子里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请在底下留言+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然后把生姜也放进去。明代景德传书一书中就曾经记载，使用粗泡黑豆就能补肾的方法。接着再准备一瓶3年以上的陈醋，需要3年以上才可以入窑。接着把醋倒入瓶子里，醋的量没过食材再多一点就可以。瓶子我们要留有1/3的空间，因为黑豆吸收醋后体积会变大。将盖子密封好，然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，这样放置1个星期，我们就可以食用了。醋泡黑豆是黑豆的一种养生吃法，在这里我们还放入了生姜，这样泡出来的黑豆生姜醋对肾有温补的作用。醋泡黑豆补先天之火，醋泡生姜补后天之火。黑豆、生姜、醋除了补肾壮阳之外，还可以降血脂、降胆固醇、软化血管，对血管堵塞也有很好的辅助疗效，同时还有乌发、润发、强身健体的作用。我们每天可以食用10来克的黑豆，生姜也是可以吃的，最好吃1片就可以了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患了急性肾炎或者肾功能不全的话，那就不适合吃。还有痛风的患者和胃部有疾病的患者都不适合吃。建议大家在辨清自己的体质是否适合吃后再进行使用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